Stop, please. No, stop. 比赛从相扑变成综合格斗，从站立进入了地面。黑方选手拿背准备降服，但被钳制的蓝方选手尝试挣脱，使出了连续肘击，需要重新站起。然而收效甚微，黑方一眨眼占据了优势身位，将蓝方一整个压在地上，准备用一旁的电话线封锁对方的双手。加尼克回到室内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to her, Brad? 加尼克说：“行有行规，我们是管家，不是绑架犯，让伊戈尔为其松绑。”男人犹豫2秒，让出了身位，但线仍未解开，算是松了一半。然而重新起身的阿尼没有屈服，转头冲向后门，被再次阻止。气不过，阿尼在伊戈尔的肩膀上狠狠咬了一口，疼得他吱哇乱叫。加尼克也为之震惊，他捡起地上的线，决定听伊戈尔的指示，把他绑起来。只是加尼克小瞧了对方，他毫无防备地上前，下一秒便受到了一记有力的上踢。终于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，托罗斯赶来了。他看到眼前之景，露出了和加尼克一样的表情。他问伊万的去向，加尼克遗憾相告，他要求给安妮松绑，遭到了2人的拒绝。一切看似荒唐，却有因可循。加尼克指着自己的鼻梁，伊戈尔露出自己的香肩，表示松绑将会是最后悔的决定。虽然托罗斯在电话里暴躁，但真人看起来却很沉稳。他安抚着阿尼的情绪，用好言相劝，消解着阿尼的战斗欲望，直到他给伊万打去电话，但无人接听。托罗斯再次暴躁起来。他从伊万6岁起就遭到了对方的捉弄，这一次逃跑显然也是典型的伊万做派。在托罗斯看来，这段婚姻就是赤裸裸的诈骗，不仅是拜金女诈骗公子哥，也是玩咖男诈骗风俗女。他不管2人的实际情况如何，断言要废除婚姻，态度强硬的像对小学生说教。阿尼不吃这一套，表示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情我愿，合理合法。托罗斯只是个局外人，并没有发言权。为了气死对方，阿尼还说自己将会和伊万长相厮守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怀上了伊万的孩子。听得托罗斯大动肝火，但更让他爆发的还属阿尼叫他从自己的家里滚出去。托罗斯笑道，这里并不是伊万的家，伊万享受的都是他父母名下的财产，房子不是他的，车子不是他的，酒吧里打赏的小费也不是他的，伊万一无所有。男人说罢，得意的来回踱步，享受着用现实的钩爪撕开年轻虚荣心的快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表示，如果阿尼不配合找伊万的话，他将会因为一系列罪名遭到起诉，非法闯入、诈骗、盗窃，因为她就是个处心积虑想从富豪那里敛财的妓女。说罢，让伊戈尔拿走了安妮手上那枚4克拉的戒指，场面顿时一片混乱。Эй, сейчас полиция придет, заткни рот! Блядь, заслушай, зачем? Ну эту тряпку какую-нибудь! Твою мать, блядь! 世界安静了，管家2人在室外汇报，伊戈尔和安妮在客厅沉默，冷不丁冒出一句 Everything will be okay. 让安妮匪夷所思。见安妮情绪缓和，托罗斯开始了第2轮攻势。俗话说得好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他先用伊万背叛了你，在对方心里树立了一个仇敌，又用伊万也背叛了我，拉对方帮自己寻找伊万的踪迹。见安妮没有反驳，他乘胜追击，表示婚姻无效后，他会收到一笔1万美元的酬劳，试图用一套连招把对方拿下。安妮沉默，思绪在空洞的眼神里胡乱飞舞，暗自计划着什么。不管了，先找到人再说吧。于是阿尼接受了托罗斯的提议，几人至此踏上了寻找伊万的旅程。然而这段旅程比几人想象的要曲折不少。刚上车，阿尼便对伊戈尔坐在旁边异常抗拒，吵着换座，而加尼克难忍鼻梁受创，急需止痛，让本不知道目的的几人搞不清楚先去哪里。托罗斯不管了，一脚油门出发，差点撞到路人，激起了他的怒路。一行人先去取了止痛药，缓解哀嚎不断的加尼克，随后来到了伊万朋友汤姆的糖果店，询问起了对方行踪。汤姆表示没有消息，态度正常，直到托罗斯命令他给伊万打电话，强硬中夹着口音，让汤姆又气又笑。他掏出球棒，准备给这个亚美尼亚人好看。伊戈尔打在身前，将球棍一把夺去，像来到了他的主场。不出所料，他的电话同样打不通，但汤姆至此领教了老登的手段，乖乖把另一个朋友亚历克斯供了出去，在距离这儿1公里左右的餐厅工作。
几人出门，阿尼和加尼克迎着海风颤抖，问托罗斯怎么不开车去。只听他说这么点路，快走快走。几人只好跟着他耐冻的身体一起受苦。和先前一样，他们大摇大摆闯入，直击后厨，让本就上班心烦的亚历克斯受到了2次伤害，同样无人接听。托罗斯心生一计，找出伊万的照片，便开始线下寻人。伊戈尔说，为什么不试试 IG 呢？惨遭老邓无视，他拿着照片闯入舞厅，在穿过一众跳舞的老年男女后关掉了音乐，让众人面面相觑。他拿起麦克风说自己重病的孩子走丢了，有没有人曾见到过？就这样，那张伊万的风骚自拍在一双双老花的眼睛前一扫而过，最终什么也没问到。他们走出餐厅，天色已暗，冷冽的海风吹着他们瑟瑟发抖，特别是阿尼，他跟在后面，蜷缩的样子引起了伊戈尔的注意。他说脖子容易受凉，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条托罗斯找来封口的抹布。阿尼警觉，无视了男人的好意，但在坚持了5分钟后，阿尼还是带上了他。两人前后走着，海边的晚霞呈现冷暖并行的图景。终于走到停车点，托罗斯傻了眼，只见他违停的车即将被交管人员带走。他上前周旋，掏出了美元，但对方不为所动。好吧，是你自找的。托罗斯一屁股坐到车里，随着引擎发动，车子腾起一阵油烟，从拖车上硬生生扯了出来，看得众人目瞪口呆。趁着混乱，一行人上车逃离了现场，只剩交管在风中凌乱。由于线索中断，几人成了无头苍蝇。因为常看伊万打 PS5， 他们来到了一家游戏厅，理所当然地觉得他会在此出没。又因为托罗斯曾教过伊万打台球，他们来到了一家台球厅，心想着或许伊万继承了他的衣钵，最终一无所获。兜兜转转，转不出蛛丝马迹，倒是把加尼克转吐了。车里味大，中途停下，老婆明天要用车。托罗斯破口大骂。经过1天相处，阿尼和伊戈尔不再剑拔弩张，成了在加油站旁一起抽烟的关系。夜色渐浓，酒吧陆续开张，几人在一处问到了伊万的踪迹，但他们来晚一步，伊万走了20分钟，让众人再次垂头丧气，特别是加尼克。他劝托罗斯别再挣扎，到现在还没找到，那肯定找不到了。托罗斯固执，拿起照片在餐厅里继续打探。他们不知道，此时的另一边，伊万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家酒吧，招牌熟悉而晃眼。咦，这不是阿尼那个超级有钱的老公吗？戴梦瞬间清醒，他回到准备室，一边感叹命运，一边整装待发，势必要打一场翻身之仗。克里斯也注意到了，不过他没加入这场争夺，而是给阿尼发去了消息。于是在托罗斯餐厅四处碰壁，因年轻人冒犯而指责他们不懂尊老爱幼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 I've been working since I'm 16 years old. What is wrong with you? All you do is TikTok Instagram, TikTok Instagram. That's it. He's at HQ! What? In headquarters! 酒吧里，戴梦使出浑身解数，把伊万引到包间里，用最骚的舞撩拨着眼前的金砖。几人也死灰复燃，放下吃了一半的汉堡，朝酒吧一路疾驰。他们大摇大摆地闯进阿尼老东家，闯到了一排排包厢前，具体哪一间他们不知道，于是索性全都检查一遍。推开一间不是，推开另一间也不是，连连试错。乍泄的春光也让托罗斯大开眼界，感叹着年轻真好。最终他们在钢管舞房找到了苦寻1天的男人，此时他正在酒精和肉体熏陶下欲仙欲死，对几人出现无知无觉。阿尼和他商量试图赶走管家，但伊万只是神志不清地笑着。托罗斯见状拎起男人朝外走去，阿尼喋喋不休，想唤醒烂醉的丈夫。此番阵仗引来了无数吃瓜群众，包间的舞女，后台的经理，以及守在门口迎来了报复之机的女人戴梦。她跟在阿尼身后，嘴里尽是得意。大战爆发，两人在观众的起哄声中互相撕扯，势必打得对方满地找牙。然而经理杀出，终止了这场战斗。一行人也回到了车上，准备前往法院。车里，托罗斯暴躁如常，为自己无数次给伊万擦屁股的事抱怨着。阿尼捂着脸，泪水在眼眶里不停打转，而伊万已经沉沉睡去，既没有听到托罗斯的牢骚，也对阿尼的狼狈浑然不觉。天色渐亮，一行人在法院等了一夜，等来了插队的律师。然而两人是在拉斯维加斯结的婚，所以婚约并不能在纽约废除。于是折腾了一大早，一行人毫无进展，转而前往某个私人机场。不久后，伊万父母便降临于此。看着缓缓停下的飞机，托罗斯整理衣装，犹如面临人生最关键的时刻。就这样，加里娜现身了，她散发着气场，朝伊万径直走去。
势必将这段婚姻轰杀至渣。扎哈罗夫弱弱跟在身后，似乎因为教导无方，在路上饱受责备。加琳娜无视在场众人，查看儿子的情况，而此时的伊万也彻底藏起了浪荡，露出一副乖宝宝的形状，让安妮心里一惊。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，向加琳娜伸出友好的手，一句“我很荣幸成为伊万的妻子”，惊呆了在场众人。加琳娜毫不客气，否认了安妮，也否认了这段婚姻。伊万在一旁沉默着，在听到下令后，转头跟老妈上了前往拉斯维加斯的专机。安妮不依不饶，追问伊万为什么不能像个男人一样说点什么。伊万这才从被焊死的嘴里吐出一句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ay? 冷风呼啸。安妮也被气笑了，她不知道伊万是真怂，还是自始至终只是玩玩。伊戈尔身后看戏，同样皱起眉头。伊万看着安妮，给出了问题的答案：我们玩得很开心，但我不能爱你，这婚得离。就是这样，安妮听罢有些不知所措，泪水强撑着，死活不流下来。